子竟敢損毀寶刀！放手！宝刀是我的，谁也别跟我抢！医师，武当派的梯云宗。
死！都想死！快交出宝刀！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！小心！啊！你别过来！屠龙刀在哪儿？说出来在哪里，我就给你解药。屠龙刀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你别想抢走它！屠龙刀在哪儿？快告诉我在哪儿啊！屠龙刀在哪儿？你倒是说呀，说呀，你快说呀！你们是别人要的。屠龙刀呢？
我們真的不知道屠龍刀在哪裡。我們如果知道天鹰教要刀，我們拿刀先跑都来不及呢，怎麼敢藏起来？饶了我们吧！你凭什麼讓我相信你說的話？走，走。叶王，刀确实不见了。追。是。江湖上一定会因为这把刀的出现而激起血雨腥风。我一定要把屠龙刀带回武当，交给师傅定夺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如果是，你眨1次眼；如果不是，你眨2次眼。刀到底是不是在姓殷的手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还嘴硬！哼！各位江湖豪杰，齐聚天鹰教阳刀大会，恭迎教主千金，紫薇堂堂主殷素素姑娘。敝教新晋得一柄宝刀，名叫屠龙刀。敝教教主诚恐各位英雄不知道屠龙刀已为敝教所得，所以奉请各位驾临，一睹宝刀真面目。有请殷姑娘扬刀立威。
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还有谁敢不服？凡是不加入我天鹰教者，都给我站出来！好刀！这刀是我天鹰教的。你们这些人都是有眼无珠，錯入師門，就應該死！元真奉住持师叔之命，前来向3位太师叔请安，而且顺便有几句話，
想和这個囚徒說的，有勞3位太師叔在這裡看守，一來能引得這個奸人的同黨過來相救，好把當年害我恩師的人一一除掉；二來说出這寶刀的所在，免得落入別派的手中，篡竊這武林至尊的頭銜，折了本派千百年的威望。誰？3位老禅師，今日晚輩被困，性命難保，但大丈夫死不足惜。在下有一件事情，必須和3位說清楚。元真俗家姓名叫做陳坤，外號混元霹靂手，是我義父的業師。陳坤的師妹，也是楊頂天教主的夫人，她與陳坤確有私情。楊教主知道之後，練功走火入魔而死，而楊夫人也因內疚而自殺身亡。這個陳坤一怒之下，為了報復明教，假罪強姦我義父的妻子，更不惜殺害他一家13口。義父一怒之下亂殺武林人士，逼陳坤獻身。而此時，陳坤已拜空劍神僧為師，又使空劍神僧深受我義父1式3拳，然後就失信而不出現。最後，空劍神僧也飲恨而死。多爾大師，晚輩不知楊教主與您如何結怨，但想必其中定有奸人挑事生非，此事多半是陳坤所為。多爾大師，您不妨想想，是否如此？老衲與楊頂天結怨，陳坤的確牽涉其中。後來他意欲拜老衲為師，老衲從不收弟子，這才把他引薦在空劍師侄的門下。這麼說來，那是他有意安排的。陈坤恶賊，有种出來當面對質，難道想殺人滅口嗎？當真是元真嗎？的確是他。若非他做賊心虛，何必偷襲呢？3位老前輩，快讓我去見我義父吧，或許他會知道更多陳坤的陰謀。阿彌陀佛。義父，無忌，義父，無忌，你來了。孩兒來遲了，讓您受苦了。不苦，不苦。義父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們趕緊走吧。啊，來。無忌，義父不走了，你快走吧。義父，孩兒武功有成了，能夠應付他們的，您不用擔心您會連累我啊。義父平生最大的罪孽，就是殺了空劍大師。這麼多年來，我一直受到良心的責備，久久不能釋懷。如今好了，如今被困少林，實屬天意。你走吧。您失手殺了空劍大師，是受陳坤那惡賊所擺布。而且，義父，您血仇未報呢，就這樣死在他手下，您當真甘心嗎？我被困在這裡，已經1月有餘。每天聽到3位大師誦經念佛，
每日也能聽到山下寺中沉重暮鼓，回思往事。我做過的惡事，我殺過的人，比成坤杀的還要多，而我的双手沾滿了很多人的鲜血，百死莫赎。所以义父不走了啊，你快点走吧。义父，阿弥陀佛。祝愿无忌一生平安。三位老前辈，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成坤的诡计，还请放了我义父。元真之事，我们定会向方丈言明的。但事关本门弟子的清誉，孰是孰非，恕老衲不能只听你一人所言呐。我师兄弟三人奉方丈法旨看守谢逊，佛前立下重誓，绝不能让谢逊脱身。此事关乎到本教千百年的荣辱，还请张教主见谅。张教主要救谢逊，可请随时驾临，只需破了老衲兄弟的金刚伏魔圈，立时可陪狮王同去。张教主可多约帮手，车轮战也好，一拥而上也罢，只我三兄弟应战。于张教主再度驾临之前，老衲三人自当维護謝遜，絕不容元真傷他一根頭髮。多謝三位高僧。有劳空智大师迎候，必教有要事向贵派清谈，专门上山拜访方丈大师。方丈今日抱恙，不便见客，有何见教，贫僧在听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在下便开门见山了。此次前来，特恳少林看在武林一脉上，开示必教金毛狮王。张教主要救谢逊，只需破了金刚伏魔圈，任凭你将人带走。那就请吧。张教主，请吧。张无忌率明教教众拜见三位神僧。张施主，你又来此，所为何事？无忌领教过三位神僧的盖世神功，钦佩之至，原本不敢再来讨教。但金毛狮王謝遜與在下有父子之恩，與明教眾兄弟有朋友之義。縱使我們不自量力，但還是要非救他不可。施主是要闖陣了？在下不才，想請兩位教中兄弟相助，以3對3，平手領教。上一回你1對3，是有點不公道。那今天，我們就再比一回吧。楊左使凡有事，小心。好，
说。师叔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！毒解了吗？解了，全靠范施主和赵施主相救，要不你我焉有再见之日？三位师叔，不要打了，不打了，这都是元真的诡计呀！正如张教主所說，元真就是陈坤。那日被三位师叔看破，他就暴露了身份。当我质問他時，沒想到他提前給我下了藥，讓我失去了內力，就把我給軟禁了起來。哦，他還脅迫我師弟空智，把整個少林寺給掌握在了手中，弄出了這麼一個屠師大會呀！明教對少林有恩，張教主，你到地牢裡去，把謝大俠帶上來，離開少林寺吧。多謝空文大師。淫妇，姓謝的，你殺人無數，罪惡滔天。今天我就當着天下英雄的面，將你挫骨揚灰，為武林除一大害。張芷若，芷若，不要！張無忌，是你負我在先，我要讓你後悔一輩子！不要！芷若，你恨的人是我，與我義父無關。我求你放過我義父，一命換一命。周芷若，你向我們下毒，偷走屠龍刀倚天劍，行為可恥。虧你還有臉在這裡說別人的不是，好一對不要臉的狗男女！陈坤，你给我出來！陈坤在这兒，陈坤在哪兒？在這兒就在哪兒？哪裡有陳坤？哪裡有陳坤？義父，沒有陳坤。義父，
陈坤，你可能改变了容颜，但你改变不了你的声音，你的一声笑声，让谢逊没齿难忘，刻骨铭心。陈坤，在哪儿啊？等一下，大丈夫光明磊落，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？陈坤，这些魔教奸人扰乱佛地，藐视本派，罪无可恕。少林弟子听令，凡是魔教中人，一律格杀勿论。是。住手！元真，你才是少林的叛徒，你图谋方丈大权。来人，先把元真给我抓起来！空门和空智等人勾结魔教，出卖本教，他们才是叛徒。你们千万别抓错人了！血口喷人，你才用毒药在胁迫我们！来人呐，把少林叛徒元真给我抓起来！元真，邪不胜正，你图谋接掌少林方丈之位，恐怕是痴心妄想了。陈坤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各位英雄，今日之事，皆因我与陈坤二人引起，我与他之间多年恩恩怨怨，今日该有个了断。师父，你将全身的武艺都传授给我，可是你也杀了我全家，大恩大仇，今日要有个了结。今日天下英雄齐在此，请给我谢天做个见证。哼！我谢逊作恶多端，从未想过为自己开脱。可陈坤奸我妻子，杀我全家，甚至将我的孩子又活活的摔死。这几十年了，我为报此仇，還假借他的名義到處作案，最終釀成了大禍。我等今日等了幾十年，陳坤他殺了我一家13口，血海深仇，你們說我該不該報？義父，哎，你快還手啊！他是我師父，讓他兩拳一腳，又有何妨？无忌，你赶快发暗器打瞎陈坤的眼睛啊！义父绝对不容許我這麼做。义父小心！陈坤，瞎子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因果報應，善哉，善哉。陳坤，你殺了我一家13口，我應該打你13拳7傷拳，
可如今你武功全非，双目失明，再也不能祸害人了。那么我剩下的13拳，不打了。义父，义父，不要啊！义父，如今我自废武功，把你交给我的今天都还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无恨无怨，你看不见我，我也看不见你喽。败军之将还敢跑到这儿来，马上投降，老子饶你一命！两个老不死的，今天我范瑶要揭你们的皮，拆你们的骨！哼，告慰兄弟们在天之灵，那你先得活着回去再说。少林对我有再造之恩，如今少林有难，我爱莫能助，但绝不弃死而去。你要和少林共存亡吗？是。谢逊，你武功全废，为何还要救我？一念之间，我谢逊走了弯路。你不要谢我，不要以为天下人都负了你，然後去報復，一錯再錯，最終沒有了回頭路。芷若，你要以此為戒，頓無全非，回頭是岸。芷若，好好的，好好
好的带武器。我谢逊悟了半生，又修了半生，如今终于悟到了，可以去见空剑大师了。谢前辈，谢前辈。周老四徐达率大军及时赶到，杀入援军主帅大营，群雄士气大振，势如破竹。援军溃退，少林围困得以解除。见掌门要被抓走，刚准备一拥而上，就被殷离用毒粉全部制服。周姑娘，你不必担心，这些毒不折磨人的，他们等一会儿就都死了。周芷若连忙跪地求饶，金花婆婆拿出一枚丹药，告訴她这是天底下最毒的药，周芷若只要吃下去，她就立马给其他弟子解毒。周芷若接过药来，心里想着師父要自己欺騙張无忌，實非自己的本意，倒不如一死了之，反而痛快。於是接過來就吃了。張無忌剛想起身阻止，趙敏卻說這只不過是一顆糖豆而已。金花婆婆帶走了周芷若，殷離丟下一瓶解藥給眾弟子，丁敏君搶過來就吞了一大半。師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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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給我！師姐，師姐，給我！師姐，師姐，周芷若被金花婆婆抓走，張無忌自然要去救。趙敏告訴他，他義父很有可能就在他的那個島上，原因就是白天的那具跟倚天劍一樣鋒利的兵器，這絕對說的是屠龍刀。如此一來，他便要跟張無忌一起去見識一下。小昭也想跟着一起去，張無忌卻擔心他不能自保，讓他留在這裡等他回來。趙敏說話就比較直接，說他沒有武功去了也是拖後腿。最後張無忌還是架不住小昭那可憐的眼神，決定帶着他一起行動。第二天，趙敏不緊不慢地享受着美味佳肴，張無忌救人心切，上前催促。正在這時，屬下來報說船只準備就緒，已經可以出發了。只是什麼呀？只是這驅逐漁船還需要些時候，這人員的調度。郡主息怒，郡主息怒！我再給你一個時辰，我要海邊50里之內都看不見一艘多餘的漁船，你聽懂了嗎？是。我們走吧。而且還都處於負傷狀態，他們沒有多少人馬與這些小幫派抗衡。張無忌提議先去密道當中躲一躲，可眾人都露出為難之色。張無忌還以為是他們顧及臉面，不想做縮頭烏龜，只得苦口婆心地勸道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可楊逍他們並不是顧忌這個，而是教中規定密道只有教主能去。張無忌問道：如此特殊情況，教規可否修改？楊逍說可以，那就是張無忌成為新的教主，到時候教規想怎麼改都隨他。楊伯伯，我年輕時淺，何德何能擔此重任啊？更何況我太師父再三告誡，令我絕不可深入明教，我已答應他老人家，絕不可失言吶。無忌，外公的話你總要聽吧？外公，我知道，雖然你跟外公不如你跟太師父親，那也是半斤八兩。今日外公讓你當這個明教的教主，好了，現在外公的話和你太師父的話那就相互抵消了，你誰的話都不要聽。至於說你當不當這個明教的教主，你自己決定。外公，再加上我這個舅舅，這樣總夠斤兩了吧？張無忌拿出了楊頂天的遺書，楊逍看過之後面露喜色，上面說讓金毛獅王代設教主職務，如今子承父業，那就是天命難違啊！眾人都紛紛跪倒在地參拜張無忌，張無忌只好說自己先帶領教主身份，等日後有合適人選再將教主位置歸還。張無忌連忙叫眾人去密道當中躲避。
楊逍提議放一把大火將此處燒光，制造出他們已經逃亡的假象，等此次危機一過，自然有機會可以重建。得到張无忌的同意之後，光明頂上成了一片火海。張无忌自然是不知道的，他只知道太師傅跟他說過，只要學會了完整的九阳真經，那玄冥神掌的毒就能完全化解了。他迫不及待地按照经書上所写的修煉方法開練。都說萬變不離其宗，這本九陽真經就是天下武學的宗。張無忌修煉下來效果極其顯著，體內的寒毒被盡數排出體外。經過了5年的沉澱，張無忌已經將幾本經書全部學會，寒毒已全部消失不見，取而代之的是綿綿不盡的純陽之力。张无忌得救了之後，肯定不能在這裡一輩子了。他想着回武當去找太師傅，於是他來到當年那個洞口，又爬了回去。朱長林在這邊受盡了苦難，看到這小子完好無損的回來了，便心生歹念，還想像5年前一樣對他出手。結果手剛搭到張無忌的肩膀上，就被強大的內力震飛出去。朱長林震驚之餘，也是問起了張無忌修煉了什麼神功。張無忌坦然相告，朱長林聽後大為震驚。要是早知道有九陽神功，他還找哪門子屠龍刀啊？張無忌說自己已經把經書全丟了，而且丟在哪他都已經忘了，這可把朱長林急得直跳腳。張無忌還是想着怎麼脫困，而且他還想着帶朱長林一起走。只是壞人永遠都是那麼壞，並不會因為你的大度就會對你感恩戴德。小兄弟，那你看咱們怎麼離開這兒啊？啊？张无忌叫趙敏告訴自己義父在哪裡，他手上又為何會有義父的頭髮？眾所周知，那9陰白骨爪是有毒的。趙敏抵擋不住毒氣，直接暈了過去。張無忌去看他肩膀處的傷口時，只見猶如僵屍抓的5個指洞正流着黑血。張無忌用嘴幫他把毒吸了出來，又敷上了臨時找的些草藥。趙敏說峨眉派絕不可能有如此陰毒的功夫，想必定是他已經解開了屠龍刀倚天劍的秘密，武功才能如此大進。張無忌覺得可能是滅絕私傳他的高招，對趙敏的話依然不相信。張無忌見他已經沒有力氣行走，便叫他趕緊說出義父下落，自己去救。可趙敏卻以此為籌碼，他深知只要說出謝遜下落，張無忌立馬會回到周芷若身邊成親。趙敏現在已經沒有家了，他不想再失去張無忌，所以只能由他帶路。兩人騎馬走了一陣，身後突然傳來了動靜，張無忌立馬帶着他躲了起來，沒想到居然是2個援兵。張無忌將他們打下馬來，發現他們身上藏着一封密信。張無忌看過之後，氣得直接把信撕了。沒想到明教之中居然藏有奸細，信中把義軍的戰略布局都告訴給了朝廷。張無忌還沒從憤怒當中緩過神來，汝陽王的兒子帶着玄冥二老來到此處，玄冥二老負責對付張無忌，其他小兵則是將趙敏押回。當然，這2人肯定已經不是張無忌的對手。片刻過後，張無忌已經將其擊敗，隨後飛身上前掐住小王爺的脖子。趙敏眼見張無忌要傷害他的哥哥，立馬上前阻止。張無忌全身緊繃，九陽神功自動護體。趙敏只是碰了一下就被震得口吐鮮血，張無忌只得帶着他進了山洞療傷。趙敏家在家人和張無忌之間實在是很難做人，既不能讓家人傷了張無忌，又不能讓張無忌傷害自己的家人。休息了一夜過後，趙敏和張無忌換上了尋常百姓的衣服，繼續踏上了尋找謝遜的旅途。信啊！昨天逃出來的一路上，大家也都看見了，姓張的小子走到哪裡，我們周師妹的眼睛就跟到哪裡，含情脈脈的都要流出水來了。看，就是這副楚楚可憐的樣子，把那魔教頭子勾得魂不守舍的。怎麼，心疼啦？那天李軍的嘴巴好厲害，你的周姑娘恐怕不是對手哦。你現在出去，只會讓周姑娘的處境更難看。你叫我一聲好姐姐，我就出去給你的周姑娘解圍啊。眼見周芷若根本不是丁敏君的對手，張無忌有些按捺不住，要叫出好姐姐來。正當張無忌想要開口之時，外面傳來了金花婆婆的咳嗽之聲。在得知了是滅絕死後，他的徒弟們在這爭掌門之位時，心中不免充滿遺憾。按他所說，他已經借到了，
跟倚天劍一樣鋒利的寶刀，那除了屠龍刀還能是何物？張無忌在暗處不免將他和義父聯繫到一起。此刻丁敏君還以為金花婆婆是軟柿子，結果換來的是十分無情的2巴掌。金花婆婆也不多說廢話，她這輩子一定要贏滅絕一回。現在她死了，那只好叫她的徒弟們來比。周芷若身為新任掌門，在這種時候自然要站出來。雖然她說的句句掷地有聲，不露峨眉威風，但是武功就有點名不副實了。别慌，你这掌门人不会是抓就抓来的吧？峨眉武功也不过如此。峨眉武功博大精深，只怪我学艺未成，只懂皮毛，才智有辱师门。今日你要杀便杀，不过请放过我一众同门。灭绝师太眼光也不算太差。虽然周芷若武功不怎么样，可这刚烈的性子倒是有点灭绝的影子。金花婆婆有些欣賞她，準備帶她回島。周圍的峨眉弟子或許是情急之間丟了，看來小昭還得多戴一陣子的手銬。另一邊少林寺居然去而復返，他們此行是為了元真的屍體。元真作為他們的同門，自是要好好帶回去安葬，可不知為何突然就找不到了。他們懷疑是明教懷恨在心，將他的屍體拿去泄憤。我說你有病吧你！你這活的我們都不要，要那死的幹嘛？啊！當豬當羊宰了吃都行，各羊剁不剁不餵狗吧？我已經說過了。沒拿就是沒拿，去問問其他各派吧。你們當真沒拿？我倒真希望那屍體落在我手上啊！剁吧剁吧剁吧，宰了當豬當羊餵狗吃。哼！請回。又過了一段時間，大家已經徹底恢復。眾人商議過後，決定擁立張無忌為明教第34任教主。張無忌的俠義之心以及一身本領，讓明教眾位弟兄都心服口服。特別是刺頭周顛和韋一笑，這倆人不服楊逍，只服張無忌。雖然大家熱情高漲，但張無忌卻百般推脫，說自己難堪大任，不敢消受。正在這時，又有人入侵光明頂。這次來的不是6大派，而是江湖上的一些小魚小蝦。這些小幫派平常不敢妄動，卻喜歡幹些趁虛而入、趁火打劫的事情。如今明教被6大派殺的只剩下些高層。你這什麼東西啊？什麼呀？你肚子也不能吃了我呀！怎麼了？你肚子不舒服嗎？啊？我幫你看一下。哇，怎麼有這麼大一個傷口啊？張無忌猜想可能是小猴子將老袁帶過來看病，伸手去摸老袁的肚子，那裡面果然有異物。他當即決定給老袁做手術。只見他找來一塊鋒利的岩石，順着原先那個傷口劃了下去。只見老袁的肚子裡有一沓厚厚的油脂。張無忌將這些東西全部抽出來之後扔在一邊，用骨針將傷口縫合。一切處理完畢之後，他才細細地看那一沓東西。打開油紙，裡面是幾本書，封面用天竺梵文寫着，正文也是梵文。張無忌看不懂，不過字裡行間那一排排小字卻是漢字。張無忌只讀的開頭幾句就驚呆了，因為這是九陽真經的經文。小時候張三豐曾教過他一些，他忽然想起太師傅曾經說過，九陽真經寫在楞伽經的夾縫之中，不過經書幾十年前就被瀟湘子和尹克熙偷走，到最後江湖上只留下一絲線索，那便是經在油中。可這4個字，這幾十年來沒一個人能想得通。其實世人傳人將話給傳錯了，瀟湘子和尹克熙所說的是經在園中，他們當年偷完經書，找了一隻老猿藏了起來，任憑江湖上的人想破腦袋也不可能想到，哪知張無忌覺醒了撿漏王的屬性，讓他得到了全套九陽真經。當然我所說的這些都是上帝視角。今天暫不償還。張無忌此言一出，頓時引得滿場譁然，周芷若更是心涼到了極點。眾人都不知趙敏使了什麼妖術控住了他，張無忌已經大步流星地跟着趙敏去了，只留下周芷若一人聽着滿堂的指指點點。周芷若的憤怒讓他再也隱藏不住實力，他此刻對趙敏的殺意已經到了極點。只見他化指為爪，對着趙敏抓了過去。
周芷若武功突飞猛进，甚至已经超过了灭绝。他用的功夫正是九阴白骨爪，但因为射雕跟倚天中间相差了几百年，自从梅超风之后，这套功夫已经失传，所以在场之人都不认识这是什么武功。张无忌拦住周芷若，先是道了歉，然后说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去处理，希望周芷若能谅解，然后便带着赵敏快步离開了此處。各位親眼所見，今天張無忌為了蒙古妖女棄我而去，是張無忌負我，不是我負他。從此以後，我周芷若和張無忌分作一決。我周芷若不雪今日之恥，有如此誅。郡主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居八九，既如此，也是勉强不来的。我偏要勉强，我这第二件事情就是要你今日不能与周芷若拜堂成亲。抢亲的桥段在小说中经常出现，但是女抢男的场面可不多见。趙敏不同于其他女子，从那句我偏要勉强当中就能看出她对感情的执着。周芷若往她身上泼了那麼多髒水，趙敏是不會看着她好過的。趙敏提出了與張無忌的3件事約定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現在她要求兌現第2件，她要張無忌不能與周芷若成親。周芷若聽罷，氣得將蓋頭都掀了起來。今日武林中的各大門派都在婚禮現場，趙敏居然敢獨自一人來破壞婚禮。周芷若怨毒地盯着他，等着張無忌替自己做主。張無忌不會任由趙敏胡來，自己當時說過趙敏要求之事不能違背仁義道德，答應婚約是自己對周芷若的承諾，若是反悔，自己豈不成了失信小人？所以張無忌直接拒絕了趙敏的要求。趙敏淡然一笑，張無忌這回答在他意料之中。只見他往前走了幾步，伸出右手給張無忌看了一眼。你又在耍什麼花樣？在幹什麼？我這第2件事情，你依不依我，全由你。哼，小姑娘請留步，一切從長計議。要不就跟我來，要不就和周芷若拜堂成親。男子漢大丈夫，不要婆姑媽媽。好，都依你。他強由他強，清風拂山岗；他橫任他橫，明月照大江。他自很愛，他自惡，我自一口真氣做第一事。這不就是九陽神功的秘訣嗎？張無忌為了躲避朱長林的追殺，不得已從崖壁上的小洞鑽了過來。沒想到小洞的另一邊竟然是如此一片世外桃源。張無忌心想，反正自己左右也是個死，能死在這麼美的地方也倒是不算虧了。外面的世界壞人太多，他下定決心留在這等着毒發。餓了就吃野果，渴了就喝山泉，日子還算逍遙自在。張無忌心地善良，即使朱長林那樣對他，他還是想着將野果分給他一點。畢竟他那邊是冰天雪地，活動的地方也就跟畜生的圈差不多大，幾天不吃東西肯定得被餓死。張無忌將野果順着小洞扔了過去，朱長林還想用言語哄騙，但張無忌又怎麼可能過去？他只說這邊風景秀麗，比那邊好上幾百倍。他承諾以後都會給他送食物，叫他不必擔心。這天張無忌在採野果的時候，發現了一隻受傷的小猴子。小猴子的腳被石塊壓傷了，張無忌將它救了出來，又找來許多草藥，嚼碎了之後敷在傷口處，並替它包紮好。如此，那猴子便跟他親近了，好像寵物一般，幫忙他採果子吃。再看朱長林那邊已經是灰頭土臉，狼狽不堪，每日靠着張無忌給的果子充飢，這也算惡有惡報吧。這天，張無忌正像往常一樣睡午覺，突然一隻毛茸茸的手伸了過來。杨少，你這個豬狗不如的淫賊！今天我就要殺了你，給小夫報仇！六弟，六哥，六哥，六弟，住手！你是誰？季小夫是我娘，我叫楊不悔。張無忌光明頂上力壓群雄，卻不慎被周芷若所傷。也許是無力再戰，又或許是心裡委屈，張無忌終於透露出真實姓名。武當派的這些叔伯急忙上前關懷，但殷離亭依然要找楊逍討要說法。
杨不悔擋在楊逍身前，說要報仇，就去找滅絕師太。他將當日滅絕的所作所為說了一遍，並說張無忌和他全程目睹，絕無半句假話。殷離亭不可置信地看向滅絕，滅絕並沒有否認，反而說紀曉芙不守婦道，愛上魔教妖人，之所以瞞着殷離亭，是顧及他的面子。殷離亭還是不願相信紀曉芙會背叛他，滅絕讓他問問眼前的女孩叫什麼名字。不等殷離亭開口，楊不悔已將自己的名字說了出來。不悔真是個好名字，讓人一聽就知道紀曉芙是自願的。殷離亭接受不了現實，直接衝出了大殿。六大派終於散去，只留武當在此照看張无忌。各位叔伯分別囑咐了幾句之後，也要離開了。這次張無忌受傷，可把小昭心疼壞了。公子，你怎么樣？是不是很痛？没事，并不大。你怎么了？你刚才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会死。傻瓜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傻瓜。几日過後，楊逍已能動彈，特地過來拜謝張無忌，就叫知恩。張無忌哪裡消受得起，攙扶起楊逍之後，說自己只有一事相求，那就是小昭手上的鎖鏈，他在密室裡早有承諾，只是現在說出來，楊逍也不太情願。此女實在可疑得很，但張無忌只有這一個請求，楊逍也不好拒絕，於是叫楊不悔拿鑰匙給他解開。可楊不悔摸了半天都沒找到鑰匙。我生平與人動手，也只在滅絕師太手下輸過一次，不過那次也並非輸在武功招式，是抵不住倚天劍的鋒利。這麼多年來，我就是為了尋找一把利刃，好與你師父再一決高下。我走遍了天涯海角，終於有一位故人肯把寶刀借我一用，可惜呀！滅絕呀滅絕，你就不能遲一點死嗎？我仙師倘若還在，你這個病老婆子也無非是多拜幾場，讓你輸得心服口服。滅絕指定周芷若為第4代峨眉掌門，生前再三叮囑不得與張無忌再有牽絆。可滅絕生前告訴了他一個驚天秘密，這個秘密是振興峨眉的關鍵所在。想要得到這個關鍵，卻又離不開張無忌，所以周芷若便背着同門偷偷的去找他。然而他這一舉一動都被丁敏君跟蹤。丁敏君本來就不想承認他這個掌門，正好以此來要挾他交出掌門鐵指環。周芷若說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恕難相告。可丁敏君卻喋喋不休，叫他說個明白。這個秘密只能是掌門人口口相傳，其餘人無權知道。因此，丁敏君如何相逼，他也是不會說的。掌門的位置更是不可能讓出來給他。那日在光明頂上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師父讓他刺那姓張的小子一劍，那小子不但不閃不避的，還和我們的周師妹眉來眼去，到最後呢，也只是輕輕的刺了他一劍。那可是倚天劍吶，豈有刺他不死的道理？就是啊。這中間若無私情，誰